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合颂传媒对赵丽颖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可至于续约问题，还需要谨慎。赵丽颖在这2年加入了合颂传媒，并不是以单纯艺人的身份，而是以合伙人的身份，在自由度方面也比较的宽松，想走就走，没有限制。目前合约已经即将到期，续不续约的问题是外界比较关注的。这么说，合颂传媒这个娱乐公司说不上有多好，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坏。老板是李冰冰和李雪两姐妹，在娱乐圈都有一定的地位，一个是声名鹊起的老牌花旦，一个是经济业务能力在线的老牌经纪人。早期赵丽颖签约合颂传媒，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并没有完全依附于这个公司。期间多次有消息称赵丽颖要提前结束合作，可都不了了之。如今真的到时间了，只能说赵丽颖需要谨慎。合颂传媒对赵丽颖依赖比较多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合颂传媒签约赵丽颖之后，可以感觉到赵丽颖的一些无奈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好。作为旗下艺人里最有知名度的一位，合颂传媒提供不了好的影视资源，例如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野蛮生长》等剧都是赵丽颖靠自己的真本事拿到的，与合颂传媒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也是赵丽颖自由度的体现，接戏可以不受限制，这对演戏如痴如醉的赵丽颖来说是劣势。其次，赵丽颖指望合颂传媒可以提供电影资源，可这么长时间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赵丽颖在电影方面还是进步不大，有种错付的感觉。要知道李冰冰在电影圈地位很高，拿电影资源不成问题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帮助旗下艺人赵丽颖。资源方面不尽人意，其他方面也不咋地。赵丽颖需要担任起带新人的责任，和其他不知名的艺人一起工作。例如拍摄有匪带上了张慧雯，上快乐大本营带上了陈学冬、周也等人，带来带去真的拖赵丽颖后腿，蹭热度没有一个底线。其次还有当挡箭牌的情况，一些同公司的小艺人借不到高奢礼服，便打着赵丽颖的名义去借，直接坑苦了赵丽颖。以上是合颂传媒对赵丽颖的劣势，当然也有好处。好处就是合颂传媒的商务资源和时尚资源还不错。加入合颂以来，赵丽颖上了一些一线杂志的封面，补足了之前时尚资源不好的尴尬窘境。例如与李冰冰一起拍摄姐妹大片等等。在商务代言方面，合颂给赵丽颖拿下了一些还不错的代言，保质保量的那种，这些都是合颂传媒的长项。目前约期已到，实话实说，赵丽颖需要谨慎考虑续约问题。赵丽颖续约合颂传媒需要谨慎一些。综上所述，合颂传媒对赵丽颖来说弊大于利。至于续不续约，其实还需要谨慎考虑。首先在影视资源方面，李冰冰姐妹给不了赵丽颖好的电影资源，至于是故意的还是无能为力还不好说，结果就是签约合颂电影方面无长进。电视剧资源赵丽颖可以游刃有余的自己做主，无需公司操心。那么从演员角度看，签约合颂传媒对赵丽颖的意义不大，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赵丽颖一向以演艺事业为主，自然比较看重影视资源这方面，考虑的占比会大很多。这也是赵丽颖需要谨慎的一点，继续合作只会拖后腿，自己拿到的影视资源还需要带上公司的其他演员，凭什么呢？合颂传媒明显是在白嫖赵丽颖的热度和国民度。所以以演戏为生为主业的赵丽颖，为了长远发展，还是需要谨慎一些考虑续约问题。至于合颂拿手的商务资源和时尚姿态，赵丽颖依附于其他平台或者自己的工作室，也可以拿到一些还不错的资源，没必要完全指望着合颂传媒。
后续签约艺人越来越多，势必僧多肉少。